日前，美国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电话吹风会上叫嚣，美军将在台湾海峡进行所谓标准化海空通行行动。有分析认为，这可能意味着接下来美方舰机在台海附近出没将更加频密。作为专门负责美方亚太事务的最高阶技术官僚，坎贝尔的表态代表了美国政府的决策核心意志。吊诡的是，坎贝尔之流一边公然对中方施加压力，另一边竟还呼吁中方重新开启相关的交流合作渠道，并且履行所谓负责任大国义务。赤裸裸的两副面孔已遭致国际舆论广泛批评。外交部严正回应，掷地有声：我们严正警告美方，不要轻举妄动，不要制造更大的危机。玩火者绝对没有好下场，犯我中华者必将受到惩处。所谓标准化海空通行行动，就是美军舰机穿越海峡行为的统称。目前看起来，美军正在准备的相关行动，无疑是对解放军环台岛军演一种后续挑衅，很可能也是美方要继续加强在台海地区军事存在的信号。分析人士认为，为了给台岛有关势力以武拒统撑腰，近年美国军舰加大了巡航台湾海峡的频率，并声称这是在行使航行自由的权利。有观察指，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所有船舶和飞机在台湾海峡的中国专属经济区享有航行自由权，但如果美军越线的话，中方必然将会采取反制措施。目前来看美军所说的这种标准化海空行动，它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语言不详。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明确的，也就是说这个标准是美国他自己定的，而且这个标准他又没有完全的对外公开。那么这样的话，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解释或者说设定这样的一种标准。所以未来他在台海的军事行动很可能会向一种常态化的方向来发展。外界一直在猜测，坎贝尔宣称的标准化海空通行行动是否意味着美军可能会循言先例派出航母。在1996年的台海危机中，美国就是派出尼米兹号航母通过台湾海峡，这也被外界认为是美国对中国的重大威胁和挑衅。而当前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仅有唯一的里根号航母可用，现在已经返回日本横须贺母港。有日本网友拍到其舰体锈迹斑斑，一副疲态，而从其在解放军台海大演习期间绕着走的表现看，该航母也无意冒这个风险。众所周知，台湾海峡平均宽度仅有200公里，完全处于解放军各种导弹、战机甚至火箭弹的打击范围之下。五角大楼也担忧，美军的挑衅行为一旦擦枪走火，航母这样的巨舰在台湾海峡中根本就难以机动躲避，完全沦为解放军反舰火力的活靶子。再加上美军派航母通过台湾海峡，在政治上的挑衅意味过重。在1996年之后，美军再无类似举动。梳理来看，美军近年穿越台湾海峡的一般是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或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从2020年以来，美军大致保持着平均每月出动驱逐舰或巡洋舰穿越台海1次的频率。他们通常来自中日本的第7舰队横须贺基地，或者是在附近活动的美国航母护航舰艇。例如，今年7月就是为里根号护航的本福德号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5月罗亚尔港号巡洋舰过航台湾海峡。除了驱逐舰外，美国可能派往台湾海峡挑衅的还包括海岸警卫队的传奇级巡逻舰。这种排水量超过4000吨的大型巡逻舰，也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展示武力的重点象征。去年8月27日，美海军基德号导弹驱逐舰和海岸警卫队门罗号巡逻舰首次双舰穿越台湾海峡。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的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另一艘巡逻舰米吉特号不久前刚完成环太平洋2022演习的任务，已从夏威夷赶赴西太平洋地区展开巡逻。此外，当前美国海军在新加坡还部署有多艘滨海战斗舰，他们曾多次前往南海执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未来也不排除这种轻型舰艇闯台湾海峡的可能。
另一方面，既然号称所谓的标准化海空通行台湾海峡行动，那么美军除了水面舰艇之外，显然还将出动空中力量。美国曾数次派出军机穿越台湾海峡。今年6月，美军就出动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由南向北穿越台湾海峡。去年11月，也曾有一架 P-8A 沿类似路线飞过台湾海峡。按照坎贝尔的说法，未来美军机穿越台湾海峡很可能也是同样套路。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最大的可能还是保持一种单舰单机这样一种模式。那么也就是说，它的伯克驱逐舰它的像 P-8A 巡逻机恐怕还是穿行的一个主要的装备。那么未来形势的发展的需要，它可能会把空中兵力和水面兵力结合起来穿越台海甚至可以组成一支驱逐舰或者是这个巡洋舰合编在一起的一个小型编队。如果未来台海的形势仍保持这种持续的紧张，那么美军它实施这种标准化的海空行动的频率也会增大，武器装备会增多挑衅性也会持续的增强。所以对此呢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这种清醒的认识。美媒称，佩洛西窜访，解放军在台海的震慑性演训和战备警巡已经成为台海新常态。在这种常态之下，美军若再拱火挑衅，则可能引发严重后果。此前，对于到台湾海峡挑事的美军舰艇，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基本操作是派舰机全程跟踪监视驱离。例如，7月19日，美国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从美国海军发布的照片可以看出，在解放军的全程海空押送下，美舰穿越台湾海峡时通常都非常老实，舰炮和火控雷达都保持在初始位置，以显示低调。它的目的主要是为台独分子站台打气制造地区形势的紧张，保持台海的这个热度以便美国从中捞取好处。但是他自己不想在台海当中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直接的这种热战。即便是在西太第一岛链发动战争的话，美国他也捞不到什么便宜。所以美军他所谓的在台海的这种标准化军事行动，很大程度上还是虚张声势我觉得他的这种姿态性的政治意义要大于它的实际军事意义。如果美军舰艇在过航台湾海峡时想搞什么小动作，解放军也早就有了预案。2021年11月23日，美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当时东部战区的回应是组织海空兵力全程抵近跟监警戒，罕见的比常规通报多出了抵近2个字。卫星照片显示，美海军米利厄斯号驱逐舰自南向北穿越海峡，解放军一艘054A 型护卫舰对其进行跟踪监视。从照片判断，两舰的最近距离只有几公里。这种被贴身警戒的难受，相信美国海军算是切身体会到了。此后，美舰虽然仍在穿越台海，但再也没有搞出其他花样。此外，在不久前的台海演习中，解放军罕见地出动了岸舰导弹发射车。这种最大射程在200至300公里的岸基反舰导弹，最有效的使用场景之一就是锁定台湾海峡内的敌对目标。换句话说，解放军就是在向美国坚持派舰穿越台湾海峡所释放的明确警告信号。而针对美国军机穿越台湾海峡，解放军东部战区同样准备充分。6月24日，美军印太司令部声明称，一架美国反潜巡逻机飞越台湾海峡。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施毅回应称， P-8A 反潜巡逻机穿越台海并公开炒作，东部战区组织空中和地面兵力对美军机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根据台湾方面的爆料，无线电通信录音记录了解放军军机先后以中文和英文广播驱离，严正告诫美方军机：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否则予以拦截。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出动军机跟监警戒外，施毅在讲话中还提到，出动了地面兵力对美军机行动全程跟监警戒，很可能就是指防空导弹的警戒雷达。
也就是说，美国军机实际上一直是在解放军战机的押送和防空导弹的注视下穿越台湾海峡。对于美军的挑衅行动，在总的原则上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都是采取坚决回击的这种态度，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这种行动来反制美军的侵权挑衅行动。那么在具体行动上，我们一般都会采取对等反制这样一种策略。一个就是行动上的对等，也就是说对它进行监视跟踪，必要的时候采取驱离的行动。第二个是效果上的对等，除了在这个现场进行直接的处理和直接的对抗之外，解放军也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海域举行威慑性的这个演习演练，产生震慑的效果。受佩洛西窜台事件的严重影响，中美军事交流的渠道暂时断了。8月5日，外交部宣布采取8项反制措施，包含3取消和5暂停。在这8项针对佩洛西窜台反制措施中，3项涉及取消，均为军事层面的反制措施，分别为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有美媒认为，这3项是中美两国在国防部级别、战区级别、海上安全级别进行常态化军事交流的管道。这3个管道切断，意味着中美军事关系已降至谷底。今年8月12日，99岁高龄的基辛格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直指美国外交政策缺乏战略目标，世界面临危险的失衡状态。他说，美国正处在与俄罗斯和中国开战的边缘，美国部分促成了这一局面，却既不知道如何收场，也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基辛格尤其对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爆发危机感到忧心忡忡，并呼吁美国政府保持政策稳定性。他表示，美国政府和两党此前坚守的涉台政策，让美中之间实现50年的和平。因此，对于那些似乎会改变基本结构的措施，应非常谨慎。8月19日，基辛格在接受 CNN 专访时指出，美中之间的紧张态势可能会演变成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他抨击佩洛西的窜台之举是不明智的，同时表示，假如美中两国发生军事冲突，世界将面临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糟糕的结果。最近，美国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叫嚣，美军将在台海实行标准化海空通行行动，这和此前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有区别吗？彭先生，这2个提法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说要有什么变化，就是换了一个马甲，给他这个伪装了一下，掩盖他这个盗取欺行霸市盗取横行霸道的本质。过去能够说自由航行就是无赖航行，想怎么办怎么办。现在呢，实际上也是一样，就是稍微文明了一点点假面具套那个假面具，这种包装没有什么实际性意义，说我们不要上他的当。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有可能是他的这个理论的包装欺骗性更大的一点。下一步，美国对中国台海的收拢，这种行动会更加频密，频率更加快，这个频度更加大。目前，中方已经宣布暂停海上安全机制和战区对话等多项中美军方沟通渠道。在这种情况下，美方加大在台海挑衅的力度，双方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不是大大提高了？是不是也正是因为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提高了，所以美方搞所谓标准化的行动？标准化这个词里是否也包含着某种避免误判的意思？刘先生，美国人特别擅长于玩各种概念，制造各种议题，他是以此来掌握他的所谓的国际话语权，要为他们的行动塑造所谓的正当性。其实这个所谓的标准到目前为止也只是美国军方单方面的，他们单方面自行制定的一些美军解决一些常见问题他们所要采取的行动规范，或者是规则，或者某种程序，甚至是某种方案。那么其他国家到现在为止也未必都能够接受，只有经过中美两国的军方
共同认可的情况之下，这个所谓的标准化行动才能够起到某种游戏规则的这个作用。否则的话，一旦遇到问题，其实是未必能够避免双方发生误判的。美军要在台海搞标准化海空通行行动，岛内怎么看这个举动？台湾当局会因此而松一口气呢，还是会感到压力倍增？王先生，当然，台湾也不一定会是说因此呢必须要感到太高兴。这一次一个大陆比较高规格的大规模的一个军演，对台湾的一个压力是增加的啊。所以我觉得美国的一个所谓的标准化的一个作为的话，我们还要评估对大陆的一个影响是否会增加它更进一步的一个演习对台的一个次数。如果这样的话，反而会增加台湾的一个压力。美国多家智库模拟台海冲突的兵推早已是传统项目，不足为奇。不过，美国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最近的一场台海兵推却颇受瞩目，因为其时间点十分敏感，恰好在佩洛西窜台、解放军环台岛军演进行时举行。而兵推结果是，台海危机最后都将成为中美之间旷日持久的消耗博弈。在这场兵棋演习中 ，CSIS 假定冲突会在2026年爆发，为何要将时间定在2026年？据说原因之一是，前美国太平洋总司令大卫森海军上将在国会作证时，无端妄言大陆在2027年做好所谓武统准备。据悉 ，CSIS 的台海兵推分成红蓝两队，搭配复杂的电脑计算。演习采用回合制，每个回合代表3至4天，一般6到8个回合结束，相当于3至4个星期，而实际的兵棋推演耗时约7小时。参与兵推的是美国前军方高级军官、政府高级军政专家兰德公司和新美国安全中心等智库的专家。据媒体透露，7月上旬，包括马英九时代的台湾前防务部门负责人杨念祖在内的10位专家学者，都曾经被请到 CSIS 参加了第11次兵推。这场兵推的主要结论宣称，在每次兵推中，美军平均损失了2艘航母、500多架战机、20多艘战舰，仅以每艘航母有5-6千人来计算，也是美国自2次大战之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伤亡。在这场兵推的模拟场景中，解放军将取得制空、制海、制资讯、制电磁的全面优势。台湾海军和一半空军通常在第1个回合里就被消灭。而在美方的模拟中，美方预测解放军可能会后援不济，并预判美军增援会源源不断赶到。这一预判遭到了来自美国国内其他智库以及相关学者的诸多反对。还有分析人士认为，上述预判暴露了美方的不少战略误判。美国军方进行的兵棋推演所推演的结果，是从军事领域的角度去进行的。那么像这些智库他们所进行的兵棋推演，主要是为政治方向的去进行服务的。也就是说，美国军方的专业性更强它是纯军事的。那么像这个些智库它首先要考虑美国政府接受。那么像现在的美国政府呢，它是在遏制中国方面力度呢越来越大，那自然呢也要这些智库呢给他去进行配合，那自然就要把这个结果调一下，让他呢能够的取胜。分析指出，美国人对台海的思维还停留冷战水平，认定针对台岛最大的行动依然来自直接登陆，而且为了抢在美日干预之前必须抢先登陆，因此只有最短的海空火力准备时间，但这只能说是美台的一厢情愿。事实上，刚刚结束的解放军台海演习已经展示出了完全不同的作战理念。解放军以实力推翻了美方的兵棋推演。在这次演习过程中，解放军出动了大量海空和火箭军兵力，但并没有在两栖攻击方面过多琢磨。不是因为两栖攻击不再重要，而是因为这只是选项之一，而且这一选项早已演练多遍。演习态势进可以直接登陆，退可以海空封锁和打击。主攻方向可在南北两端和海峡中段灵活转换，并不需要固守特定的战术。这显然证明解放军区域拒止的能力在迅速提高，越来越有把握顶住美国的介入。
此外，美方此次兵推预设双方不使用核武，也被其他美国专家推翻。美方的兵推也暴露了美国最忧心的一点，即使在对美国相对有利的设定下，也会进入僵持。美国的首选弹药，包括各种先进远程的导弹，很快消耗殆尽，而国内产能不足，补充时间可能旷日持久。按照演习设定，如果俄罗斯、伊朗或者其他势力在这时挑战美国，美国就将遇到弹尽粮绝的窘境。台前外事部门官员谢文吉近日也指出，解放军开始围岛军演后，美国里根号航母逃到现在还不敢回来，这就是美国真实的底线。只要美国的政客他在大战略的方向不会改变，把中国呢依然是塑造为这种的战略竞争对手，也就是把中美关系定义为竞争关系。只要这个关系不变，他的态度不变，那么美国民众必然会被这些美国政客给带着走的。这些民意是可以操控的，让大众一看，那会加速呢刺激美国的民众对华呢表现出来更敌视的这种态度。CSIS 台海兵推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兰德、五角大楼和其他机构早就进行过类似的台海演习，据说结果大体相似。不过，官方的五角大楼演习是保密的，半官方的兰德演习也经常不便公开。但 CSIS 这样的民间演习结果则可以公开，其结果不仅可能影响政府和国会决策，还会对公众舆论造成影响。中美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张义伦认为，这些智库的台海兵棋推演实质上只是设定好了游戏规则，修改了游戏参数和简化了对手思维逻辑的打简单电脑而已。如果他们能在未来参与美国政府国家安全政策制定，那只能让台海局势的紧张进一步升级，并导致决策人的误判。如若同美国政府及国会关系极深的这些智库的兵棋推演是有意为之，那其中用心可能更加险恶，因为它不仅有煽动美方民众好战情绪、鼓动中美开战的嫌疑，更有可能让自吹自擂、阿 Q 一般的战术自信甚嚣尘上。在决定是否为国家核心利益而战的关头，偏见比无知更加危险。近日，美国知名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简称 CSIS， 举行了兵棋推演，称美国有能力在2026年介入台海局势。彭先生，您如何看这种兵棋推演？这种推演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实际情况？这个美国的智库多如牛毛，智库林立你到华盛顿一看，有一条街都是各种各样的智库。这个 CSIS 呢，应该说在美国的智库里面呢，它比较活跃，影响力是比较大，但是它并不是搞专门的研究所谓军事问题的。它发表的所谓对台海的这作战的模拟，这作战模拟它叫兵棋推演，我们叫作战模拟。它主要是利用进行量化分析，它一般定性很少。这种量化分析呢，很随意性很大，主观性很强。他这个为了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他可以设定结果，先把他需要什么结果，他要出什么结果比如说他想挑战中国，要增加军费，那就说中国要怎么厉害呀，是吧？他有时候想对抗中国，他就说中国怎么不堪一击不是说一点价值没有，他有些少量的这个分析还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的。但是像这个台海这几年，几乎每天他都在搞这个所谓的兵棋推演，完全反映他们他们主观的想象，他的数据的一些堆积，一些数字游戏甚至付出某种利益。所以我们听听就是了看看就是了，不要就把它当真事儿当真事儿你就什么也干不成了。那么公布这类的那个所谓的推演的那个剧情，实际上是有明确的政治意图的，基本上是属于政治认知作战这种手法。他们一方面说他们有能力在2026年在台海击败解放军，但另外一方面呢，又说将会是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这个信息本身它就是矛盾的。在台海周边进行所谓的消耗战，我认为说美国的军方将比我们遇到更大的困难。如果说这种持久战
它的主要内涵是政治战、外交战、经济战、文化战，或者说心理战、法律战，而不是单独的军事层面的战争。那么想请教岛内的王先生，您个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台海有事，美军到底来是不来？其实美国在它的一个所谓的法律规范里面呢，其实是没有义务是一定要来支援啊。所以其实美国还是希望能够维持所谓的一个战略模糊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因为第一个这可以保持美国的一个弹性。第二个呢，不至于说让台湾呢有一张空白的一个授权而随意的挑衅中国大陆，或美国的评估就是说一旦介入呢，美方的这个伤亡会非常惨重，甚至不见得能够驰援成功的话，那我觉得美国就会比较再三的考虑，到时候是不是来介入这个台海的。从准备军事斗争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恐怕还是要做好美军会来、美军必来的准备。不能够把希望寄托在美军不来的侥幸心理上。从这个角度讲，美军如果援台，压上的赌注是相当大的。当然，美国国内现在也有人叫嚣，台海之战也是美国的生死之战，这恐怕是把台湾当成了中美决战的对象，这显然是不理性的。但现在的问题恰恰是美方的诸多表现已经无理可喻。美国到底还能不能够以清醒理智的头脑来处理台湾问题，包括相应的军事问题？刘先生，根据我的了解，美国内部确实是有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这是一股复合性的力量，包括他们的军工集团，包括他们的其他一些利益集团，包括一些政客，他们是倾向于不计任何代价，包括采取战争的手段在内，来打断中国的发展势头。但是呢，同时我也知道有一些我们认为说是比较清醒的、理智的一些专业的人士，他们是反对采取这种零和游戏的方式来处理中美之间的关系。那么美国的决策层到目前为止，我的判断是他们还是倾向于继续采取这种切香肠的方式对中国政府进行极限施压，这样的策略短期之内应该不会有改变。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美方所谓克制，克在哪里，制在何处？文章中第一段就指出，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后，美方一边自我粉饰，谎称美方不寻求也不挑起危机，保持了极大的克制，一边倒打一耙，指责中方正当合理的反制行动非常具有侵略性。美方这些虚伪的说辞掩盖不住其蓄意政治挑衅，造成台海局势紧张升级的事实。日前，岛内媒体《中国时报》就发布了一篇探讨佩洛西强行窜访台湾造成危机的评论文章。文章对美国的反应作出分析，声称美国暴露了几个弱点：一是在面对等量级对手的军事战略上缺少底气；二是其亚太盟友并不给力；三是美国没有在台海拼命一搏的准备。这就在客观上出现中美台海博弈的拐点，中方将创造条件，按自己的目标推进统一进程。新华澳报傅权也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次军事联合演训成功地对美国的台海政策及态度实行火力侦察，测试出美国所谓的西方台岛其实是色厉内荏。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科比在外交事务期刊发表专文指出，在台海问题上，如从国防预算、美国军力转型、运用军力及动员美国盟邦直接或间接援助等因素分析，美国无法击败大陆的军事行动。对此，也有分析认为，其实这也是美国惯用的一个套路，更多还是为了炒作中国威胁，加强对华军事威慑，为自己提升军事优势做铺垫。但也从另一个方面再次印证了美国不会为台湾出兵。不过8月14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马基率领两党5名议员组成的团体窜访台湾，除了与蔡英文等当局高层会面之外，还与台积电高层进行会晤。作为目前美国国会少数曾参与台湾关系法立法且仍在任的国会议员马基，是所谓参议院台湾连线的成员之一，他的名字也多次出现在美国国会挺台法案的联署名单中。
而值得关注的是，这次窜台团成员还涵盖了2党参众两院议员，横跨了外交、军事、筹款等多个重要委员会。比如就包括美国会核武器和军备控制工作组的代表约翰·加勒曼蒂和唐贝耶，特别是加勒曼蒂也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备小组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负责监督美国国防部超过1/3的年度预算，对全球1100个军事设施和基地拥有管辖权，并监督美国的所有军事训练、后勤和设备维护。实际上，在这个议员团窜台之前，还有台媒爆料，除了议员，陪同人员还包括3位美国海军联络官，目的也是为了在解放军环台演训后掌握第一手的情报资源。不过，也有观察指出，从美台双方对此窜访采取了高度保密的措施，以及其搭乘的美军行政专机抹掉了军徽标志，访问团会见蔡英文时未循往例全程转播等措施来看，这次还是刻意降低了调门，还是有所忌惮。今后欧美各国的议员窜访台湾，我们如何对待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坚持2个原则啊，一个是坚决斗争，一个是以我为主。所谓坚决斗争，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啊，那我们肯定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一个坚持原则的斗争。第二个是我们讲是要以我为主。因为我们讲，在很多西方国家，尤其在议会制国家啊，很多在野党的议员，尤其是一些不重要的议员，他并不能代表这个国家的官方立场。那么这种议员，如果在有时候出于他捞取政治资本的一个个人私利出发啊，窜访台湾，我觉得这个要根据我们自己国家的情况啊，根据台海形势具体发展情况，根据我们对台斗争的需要啊，那么做出对我们最有利的一个反应。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以我为主。针对美国接二连三的挑衅行为，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发布严正声明。解放军也是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出动7批次军机在台南北进行夹击。东部战区发言人施毅就强调，这是针对美台继续玩弄政治把戏、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严正震慑，并发布战机飞行员俯瞰台湾澎湖的画面，清楚可见岛上建筑。事实上，也有分析指出，这些小伎俩在一定程度上也都表现出美国不敢与大陆硬碰硬，而且在确认解放军环台岛演习结束之后，美国才又跳出来试图挽回颜面，这也充分暴露了美国纸老虎的本质。而且他逐渐升级打台湾牌，恰恰也反映出他手中的牌其实是越来越少。8月17日，香港南华早报还发文指出，解放军在台海的军演是对美国印太战略的一种反制。在海空联合演习中，轰炸机编队飞越台湾海峡，远程空中打击能力得到检验。为展示武力，导弹还被发射到台岛周边的水域，这相当于在这个岛屿周围安装上大门，北京可以随意打开或关闭。文章中还指出，解放军的实力展示与美国第7舰队的不露面形成鲜明对比，似乎也削弱了印太战略的意义。要知道，在佩洛西执意窜访台湾以来，里根号的行踪多次变更，轨迹极其曲折复杂。在解放军的环台岛演习期间，里根号就远远地绕开解放军在台湾东部划定的演习区域，后来又一直在台湾东北部方向菲律宾海徘徊，迟迟不肯南下。如今，里根号已经返回日本横须贺的母港，预计短期内不会再次出航，彻底打破了岛内一些势力关于美国会重演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航母穿越台湾海峡的幻想，也反映出中美在台海地区的威慑力对比早已不同以往。我个人感觉，我们反台独的斗争啊，包括我们进行的各种军事演习，和美国的印太战略啊，这里面有关系，但并不是一个对应关系。反台独斗争啊，主要的是我们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因为美国方面把台湾作为它印太战略其中的一个可以利用的一个支点啊，而台湾的民进党蔡英文当局又主动的把自己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棋子，那么这就使得这2个问题发生了一个联系。反台独斗争的有效推进啊，也可以对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进行有效的遏制和打击，也可以使得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包括印度地区很多国家认清美国霸权主义的真面目，那么采取一个真正的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坚定的执行一个中国这样一个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据报道，日前美台不顾中方反对，表示将启动所谓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这在当下的背景下无疑是在火上浇油。另外，拜登政府也宣布要重新考虑取消对华商品征收附加关税行为。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更是叫嚣，美国会让中国付出惨重的代价。
而更重要的是，美国国会计划在9月表决一部名为《台湾政策法案2022》的法案。根据该法案，美国将拨款45亿美元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赋予台湾北约以外美国最大盟友的地位，摒弃长期以来的战略不确定性政策，并明确对可能发生的武统实施制裁。虽然白宫也认为该法案会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甚至会直接破坏中美关系的护栏，但仍有媒体认为，拜登政府可能会像无力阻止佩洛西一样，最终带来新的台海军事危机。中国有句话叫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美国利用台湾问题打手台湾牌，反过来也证明，在遏制和打压中国发展和崛起的总体战略上，美国其实可以用的牌已经不多了。所以这个我们是战略上藐视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啊。那么具体的战术，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已经讲清楚了。美国挑衅一次，我们就坚决斗争一次。那么通过不断的斗争，我们的斗争手段越来越丰富，那么斗争技巧也越来越成熟。在具体问题上，我们的战术上重视地的做好精心的准备，对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精心的预案我想我们的反台独促统一的斗争一定会一步一步走向深入，走向胜利。8月16日，驻美国大使秦刚在接受多家美国主流媒体联合采访时就指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5常成员，中美对世界和平与稳定负有共同责任。我们希望就此与美方进行沟通和对话，但我们理解的战略稳定不仅是在军事方面，也是在政治基础上。这就像一座大厦要保持坚固稳定，就需要坚实的基础，国与国关系同样如此。那么中美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我们不能只谈战略稳定，而忽视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如果政治基础，特别是一个中国原则遭到侵蚀、破坏，整个中美关系的大厦就会被撼动，这对两国和世界都不利。实际上，外界也担忧，因为台海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出版的新书《可避免的战争》中就指出，大国博弈已来到危险境地，呼吁中美两国管控关系和战略竞争，不要陷入战争的陷阱。其实，美国政府很多人对佩洛西此次窜台是持保留态度的，而且佩洛西访台队伍当中并没有共和党人。但美方现在有人放话说共和党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后控制了众议院，共和党的众议长也会率团窜台。这种可能性有多大？我们又将如何应对？刘先生，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美方认为他们的国会是不能够代表美国政府的。如果共和党人担任了美国的新的众议长，他们是有可能继续采取所谓的独树一帜的方式来牵制民主党的总统。他们认为说这是所谓的三权分立的应有之义，但是最终这个可能的共和党的众议长能不能成型，还是要看美国政府的态度。我们大家也许还记得，当年佩洛西他要搭军方的飞机去德国开会，他走在去机场的半路上就被电话告知，特朗普总统下令军方的飞机这个专机是不得起飞的。结果佩洛西只能灰溜溜的自己拎着行李回家去。所以共和党籍的众议长能否重演佩洛西窜访台湾的这样闹剧，最终还是要看美国总统的战略判断，他要如何利用这种动作来达到美国的目的。至于我方到时候将采取什么种方式来应对这个问题，我看还是要看那个时候的中美关系的大气候。因为现在中美关系现在分分秒秒都在变化之中，但是我想我方会在我们的战略框架之内来采取综合性的反制行动，这是必然的。对于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客的跟风之举，中方会如何做出反应呢？刘先生，其实在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当中，国会与政府确实是有所区别的。也正因为如此，台湾当局过去几十年来一直都是透过所谓的议会外交来冲淡
绝大多数的国家不承认台湾当局这种非常难堪的政治局面。台湾当局所谓的议会外交，也基本上是透过给相关国家的国会议员金钱，甚至给国会助理、国会议员的助理金钱的方式，来笼络这批人。我知道经常台湾当局他都会安排相关国家的国会议员和他们的助理到台湾去旅游，在这过程当中去笼络感情。这一次佩洛西窜访台湾以后，美国有些势力继续向中国施压，他们为了达到继续向中国施压的这个目的，他们也透过他们的各种人脉关系，发挥他们的影响力来鼓动其他的国家的国会议员来跟风窜访。我认为说我们的政府的施压可以有很多方式，我们一定要按我们的整个国家的战略利益要成比例的来采取行动，反制的行动。毕竟佩洛西已经把这种政治把戏已经玩到极致了，所以其他的国家跟佩洛西比起来，根本上是小巫见大巫。对于中方展开的一系列反制行动，美方又开始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认为中方反应升级局势。这个世界啊，真是有意思。受害者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反应是否过度，居然要由施害者来决定了。彭先生怎么看美方的论调？恶人先告状啊，倒打一耙，到底谁威胁谁了？中国威胁过谁了？台湾是中国这个领土一部分，那么你美国离台湾是1万多万里之外，你不远万里跑到中国，从大西洋跑到太平洋，从北美洲跑到亚洲来，你跑到我们台湾这个地方干什么？到我们家门口来干什么？那我们在我们的家门口抵御外敌，抵御外侮，反击外部势力，我们侵略谁了？我们就没有自卫原则，就没有保卫我们领土这种完整的义务和责任吗？我们的权利吗？没有所以这个说法完全是一种霸道行为。他做了坏事，侵略他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事，他还认为他是多么正义，多么高尚这种无耻的很无耻的很。佩洛西窜台，中方在外交方面采取反制措施，3取消5暂停。同时呢，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明确表示，对中美之间的互信程度很担心。今年11月，美国又要进行中期选举，美国国内政治恐怕又会绑架外交。马上要入秋了，中美是否会迎来多事之秋？下一阶段的中美关系会继续下跌吗？彭先生，当前整个世界国际形势应该这样说：东升西降，为什么这么美国人这么穷凶极恶，这么迫不及待？这是因为他现在内外矛盾，他就是要制造世界的混乱。对中国来说，他也是不会罢手的。所以整个未来的整个世界的这个动荡，当然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要高度警惕，在这一个动荡条件下，美国他们的进行战争挑衅的这个可能性，比过去大大增加了。我们不能马屁，我们要高度警惕。最近的国际政治气候极度的反常，一股邪恶的政治力量正在聚集当中。我们都知道，秋天的台风破坏力往往都是极其强大的。中美已经迎来了多事之秋，我非常担心，今年11月前后会有一场政治性的秋台袭击中美关系。中美的各行各业都要关紧门窗，加固好自己的招牌，甚至储备好各种资源，准备抗灾。下一阶段，中美关系能否止跌，甚至是止跌回升，考验的是中美双方的共同智慧。大陆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就是说总是还是伸展出一个合作的一个意愿跟态度了。主要是美国就是美国现在把
中国当做一个战略竞争的对手啊，在经贸了、科技了、外交了，甚至在地缘方面啊，包括像打台湾牌这些呢，都不断的来向中国施压啊，也做出伤害中国利益的一个事情啊。美国如果能够从这一次的军演了解到这个双方这种关系的一个敏感性以及现在的一个紧张性啊。如果美国是不愿意让这个关系继续恶化下去，能够调整它的一个政策的话，那我觉得中美关系当然还是能够恢复到至少在竞争当中呢，还有合作的一个状况。